天天刷网红炫富，看网络论战，你以为你在掌握世界？大师梭罗会冷笑告诉你，多余的资讯只会带来多余的自卑，其实是手机拥有了你。我是 OV， 今天不灌鸡汤，直接带你下载19世纪最硬核的数位断舍离外挂。这60秒，教你优雅打造属于你的心理瓦尔登湖。Welcome to Origin Vance。想象一下哦，你的大脑，就像是一台只有4GB 记忆体的10几年老电脑。就是那种跑个网页都会卡很久的老古董。对，但现在呢，你却硬生生的逼着它同时开启50个超高画质的3D 游戏大作。那个风扇在疯狂运转，主机台超级烫，整个画面卡顿到不行，随时准备蓝白画面直接死机。没错，这完全就是我们在2026年每一天睁开眼睛真实经历的日常啦。嗨，最近好吗？我是 OV， 带你用游侠之眼看穿世界，欢迎来到 OV 的原理游侠之旅频道。嗨，大家好。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有，科技无比发达， AI 甚至能帮我们写报告回信件，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一场无声的系统大宕机。确实如此，这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现在用来处理资讯的这套大脑硬体，和几十万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狩猎采集的智人，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啊，我们的硬体根本没升级嘛。没错，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却是后台被迫同时运行几百个超高频宽的数据串流，这对大脑来说负载太大了。真的，这就是一个资讯严重异味，甚至可以说是资讯暴力的时代。你看哦，社群平台的演算法背后是几万个顶尖的工程师在变着法子精准力挑动你的情绪。他们太懂怎么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了。然后工作群组的通知就像夺命连环扣一样，一直在你的手表和荧幕上闪烁。说真的，生活吵的人有点窒息耶。如果这台老电脑已经快要烧坏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穿越时空，去拜访一位再早1845年就已经完成极致数位断舍离的硬核狂人，也就是亨利·大卫·梭罗。梭罗。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呢，我想我们要先厘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就是我们今天深入探讨梭罗的生平跟他的思想，目标绝对不是要劝大家放下一切，遁入空门，或者真的逃到深山里去当野人啦，那个太不切实际了。当然不切实际啊，我们还有房租要缴，还要买菜，老板还在赖群组里面等着我回报进度诶。对，大家都有现实的压力嘛，所以我们要从梭罗身上萃取出来的，其实是一套能够完美应用在2026年这个现代高压社会的灵魂静音术。灵魂静音术这个词听起来很酷，就是我们去理解他当年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然后将这个逻辑当做一个系统更新包，安装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作业系统中。哇，那我真的迫不及待了。那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位大师吧。说到梭罗，很多人第一直觉就是那本世界名著《瓦尔登湖》嘛。没错，这本非常经典。但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失恋了，受了什么巨大的打击，或者根本就是一个粉社会的隐居怪人，所以才跑去住森林啊？其实这是历史上对他最普遍的迷思了。如果你去看他留下的各项记录，梭罗根本不是什么逃避现实的怪人。不是怪人，那他是什么？相反地，如果我们用现代科技业的眼光来看他简直是历史上第一位顶尖的人生系统工程师。当当，人生系统工程师这个称呼很霸气耶，但他具体到底做了什么工程测试啊？他当年跑到波士顿郊外，完全不是去度假放空的哦，他自己砍树，盖了一间只有3坪大的小木屋。3坪？那连个车位都不到吧？对，非常小。然后他在里面扎扎实实的住了2年2个月又2天，而且最厉害的是，他把这一切都彻底量化了。怎么量化？比如说，他盖那间房子总共只花了28.12美元，
甚至他一整年的食物花费不到15美元。诶，等一下，我必须在这里打断你，一整年的食物不到15美元？是的，不到15美元。就算不考虑1845年到现在的通货膨胀，这个数字也太扯了吧？它是在行光合作用吗？我们现在随便点一个外送都不止这个钱了啦。当然不是光合作用了。这种极端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现代人到底有什么参考价值啊？这就是他作为工程师最精明的地方了。那15美元当然不是去餐厅吃饭哦，他是自己种豆子、钓鱼，去森林里采集野果。听起来很辛苦诶。但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受苦哦，他是在寻找一个极限数据，也就是人类要维持生命系统高效运作的最小硬体需求到底是多少。对，小硬体需求，这比喻很贴切。对嘛？当你把人生这个复杂的作业系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原厂设定还原，清除了所有后来安装的拖慢速度的第三方软体和那些浮夸的特效，你就会发现原来让这个系统顺畅开机的核心程式其实非常非常小。哇，我懂你的意思了。这就像是他用行动在证明，我们每天拼了命在职场上勾心斗角，天天加班到深夜，换来所谓更多的财富和资源。但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生存的必需品啊。没错。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只是在为系统的最让买单而已。完全正确。我们总是以为我们在丰富生活，像是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多的衣服、订阅10几个串流平台。对，结果根本看不完。其实这都是在给自己增加无限的维护成本。梭罗就是测试出了那条生存的底线。当你清除了所有赘肉，你才能真正看到生命系统最原本、最纯粹的运作效能。哇哦，这真的让人倒抽一口气耶！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物质层面的极简逻辑切换到我们现在最严重的痛点，也就是数位与精神层面的超载，这套系统还能无缝接轨吗？觉得可以，其实甚至可以说是为2026年量身打造的解药。怎么说？梭罗有留下过一句很像穿越时空的金句。他说，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到多余的东西，灵魂所需的必需品是不需要花钱的。灵魂所需的必需品是不需要花钱的，这句话很美。是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底层原理转化为现代的语境，其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精妙的心灵自由度公式。有数学公式，快说来听听。我最喜欢把这种抽象概念具体化了。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心灵自由度等于真实的内在体验除以演算法杂讯乘以无效资讯输入。等等，我来消化一下哦。也就是说，分子是我们真实感受到、触摸到的生活体验，对，而分母就是演算法硬塞给我们的杂讯，还有那些对我们毫无帮助的无效资讯。那根据数学原理，当这个分母因为我们每天狂滑手机而无限膨胀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自由度就会急速缩小，最后直接趋近于零。没错，这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当资讯的输入量远远大于我们大脑的消化代谢能力时，这些多出来的资讯就不再是知识了。那会变成什么？它们就像是你吃太饱却无法消化的食物，会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堆积，造成一种认知消化不良，最终甚至会变成一种精神上的致癌物。哇，精神致癌物，这听起来很可怕。可是这里我要稍微替你跟我还有所有的听众平反一下啦。你说？你想想看哦，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滑手机看国际八卦，看看网红的限动。我们心里的 OS 其实是，如果我不看，我会不会跟不上这个时代？很常见的心态。对啊，如果在公司饮水机旁边，同事聊起最新的热门话题，我却不知道，那多尴尬啊！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错失恐惧症嘛，也就是 FOMO 啊。难道我们想要保持跟世界的连结，这样也有错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现代人挣扎了，你说的没错。但我们来冷静拆解一下，这个行为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生理反应？好，你说。你早上睁开眼睛，滑了半小时手机，看了30则国际灾难新闻，10场网络上的隔空互骂论战，
还有5个网红炫富的限动。非常标准的早晨日常。但你要知道，我们大脑的杏仁核是无法分辨虚拟荧幕上的威胁和现实生活中的老虎的。你的意思是大脑会以为我真的在经历那些灾难和争吵哦？对，这些高强度的视觉与情绪刺激会瞬间彻底激活你的皮质醇，也就是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天哪！这会让你在一睁开脸的清晨就进入了高度防备的战斗或逃跑状态，等于是你一天中最宝贵、最纯净的注意力能量，在还没下床之前就已经被各路牛鬼蛇神给瓜分完毕了。真的耶，难怪有时候一早滑完手机反而觉得更累了。是啊，你以为你在透过荧幕掌握世界，但其实我只是在当演算法免费的流量燃料，我的焦虑变成了他们的广告收益啦。一针见血。所以如果梭罗活在今天，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他大概会很同情地看着你说，亲爱的，你以为你花了几万块拥有一台智慧型手机，其实是那台手机拥有了你。靠！天哪，这句话太像一记直拳了，直接重重打在脸上哎！手机只要随时震动一下，我们就得立刻低头去俯视它，完全失去了自己人生的主控权。确实是这样，我们都变成了工具的工具。好，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彻底看清楚了病因，知道分母太庞大会压垮我们的系统，那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没错，该是时候改变了。但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真的每个人都辞职，然后跑去深山里砍树盖木屋嘛。在2026年这个喧嚣的繁华都市里面，我们总不能直接把家里的网路线给拔了，跟老板完全失联吧？我们要怎么在都市里加设自己的数位防火墙？这个问得很好。真正的应用从来都不是粗暴的逃避科技，而是要透过主观意识的系统升级来夺回控制权。具体该怎么做？这里有3个非常具体的现代实战方案。第一步，我们称之为通知清道夫计划。通知清道夫？怎么清？把 App 全部删了吗？不用删除了。你知道梭罗当年住在湖畔的时候，他其实拒绝了邮局的服务。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人一辈子根本没收到过几封真正值得花邮资的信。好的，真的请严格哎。所以把这个概念换到现代，请你现在立刻点开手机设定，关掉90%以上 App 的横幅推播通知。90%？对，除了少数家人和核心工作的紧急联络管道之外，其余的社群软体、购物平台、新闻媒体全部关闭。可是如果我错过了什么限时优惠，或者朋友在上面的留言怎么办？这就是演算法植入你脑中的错觉了。他们让你觉得一切都很紧急，但其实你想想，99%的事情根本不紧急。好像也是啦，晚几个小时回复真的不会死。对啊，这个步骤的底层神经学原理是要夺回你的主动检索权，拒绝被动被轰炸。主动检索权？当通知不断弹出的时候，心理学上称之为注意力残留。每一次你瞥一眼那些无关紧要的通知，你的大脑就需要花大约20分钟才能完全重新聚焦在原本的工作上。难怪我一整天在办公室感觉超忙，却什么事都没做完。所以规则必须彻底改变，要改成当你有空的时候才主动点开进去看，而不是任由演算法随时进来抢劫你的专注力。懂了，这就像是把不速之客挡在门外，只有我主动开门的时候，资讯才能进来。没错，把门禁森严起来。好，通知关掉了，手机安静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就算手机不响，我的大脑还是会有一种幻肢痛的感觉。幻肢痛？对啊，就是我的大拇指会不由自主的去点开 Instagram 或 Threads， 就为了解门刷那一下。通知没了，但我的瘾还在啊，这怎么解？这就带出了我们的第2步，资讯饥饿疗法。资讯饥饿听起来要饿肚子了。你刚才说的幻肢痛，其实是因为你的大脑多巴胺回路已经被训练成了吃饺子老虎机的模式了。你随时都在期待一个随机的奖励。对对对，就是那种一直想下拉更新的感觉。所以你需要定期的断食来重置这个回路。
当年梭罗在森林里，他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就只是坐在门口看着湖水的波纹，或是单纯的做一些劳作。但我们都市人打开门只有车水马龙，没有瓦尔登湖可以看呢。活水只是一个形式了，这个核心的机制其实是要让大脑进入预设模式网络。预设模式网络，那是什么？简单来说，当我们不去主动吸收新资讯，看似在发呆或觉得无聊的时候，这个大脑后台程式才会启动。哦，发呆专用程式。对，但它很重要，它负责整理记忆，连接那些不相干的想法，甚至激发你的创造力。如果你无时无刻都在滑手机，你的大脑就永远无法进入这个清理与重组的状态。哇，所以无聊其实是有价值的，非常有价值。所以现代版的做法是每周给自己安排一次清静断食。具体要怎么做？例如，你设定每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到9点，强迫自己把手机锁进抽屉里面，这3个小时内绝对不看任何荧幕。把手机锁起来。那这3个小时我要做什么啊？盯着墙壁看吗？去散步啊，做菜啊，手洗衣服，或者是单纯的跟伴侣坐下来看着对方的眼睛聊天，任何不需要处理高频宽数字资讯的事情都可以。听起来好像回到小时候的生活。这3个小时就是要让你大脑后台那些因为长期过载而发烫的主理晶片有时间真正降温，把累积了一整周的垃圾站存档排空。感觉大脑会很清爽哎。相信我，这世界就算你失联3个小时，也绝对不会毁灭了，但你的灵魂会因为这样重新活过来。真的，世界不会因为我少看了3小时的八卦新闻就停止转动，给大脑喘息，启动那个预设模式网络，这点太重要了。绝对是。好，我们挡住了外界的干扰，也治愈了内在的资讯成瘾。那么这套系统的最后一步是什么？最后一步也是这套系统的终极心法，重新校准你的欲望基本盘。欲望基本盘。我们之所以放不下手机，停不下内耗，底层逻辑其实是因为我们总是在跟外界比较。对，看到别人的精致生活，滑一下限动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得很糟。没错，这就是无止境的焦虑来源嘛。那我们要怎么打破这个比较的轮回啊？下次当你想买某个昂贵的潮牌，或者是想要花大把时间去追逐一个虚荣的标签时，停下来，套用梭罗的思维，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问自己，我需要花费多少生命去交换这个东西？多少生命？对，这里的生命指的就是你实实在在的时间、精力和你的注意力。这就像是给你的注意力设定了极高的汇率。哇，我需要花费多少生命去交换？这个拷问真的太犀利了，这等于是把金钱的刻度直接换成了生命倒数计时的刻度。没错，所以你要问，这个东西它能提升你灵魂的本质吗？还是只是在粉饰你的虚荣而已？多数时候真的只是虚荣。当你把欲望的基本盘拉低，也就是认清自己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外在的东西来证明价值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外界的杂讯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了。我懂了。当你不需要那些虚荣的标签，演算法就再也找不到可以勾引你的弱点了。这时候，你的心灵防火墙就达到了无坚不摧的境界。哇，听完这3个实战步骤，我真的觉得脑洞大开。我们来做个 OV 的个人心得总结。好的，你说。各位战友，2026年的这个世界，说实话，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吵。各种科技巨头和演算法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每1秒钟都标价出卖。他们在抢夺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没错，在这种疯狂的洪流里面，真正的强大已经不是你处理资讯的速度有多快了，而是你能否在这疯狂洪流中随时转身，一键开启灵缓静音。这真的是一种超能力。真正的瓦尔登湖从来都不是地理上的一张地图或是一个打卡景点，而是你心灵深处那块任凭风吹雨打，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来践踏的纯净自留地。没错，在喧嚣中保持静默的能力，正是现代人最稀缺的超能力。将杂音彻底消除，才能听到自己内心最重要的声音。当你学会对这世界的喧嚣冷笑，大胆地把那些没营养的杂讯关掉时，你就会在耳根清净的那一瞬间，重新听见自己灵魂的心跳声。说得太好了。
陪着我一起拆解完梭罗的清净系统后，我想请你做一次最诚实的专注力审计。如果现在要把你的手机彻底砸掉24小时，你内心升起的第一个情绪是重获自由的轻松，还是世界末日般的巨大焦虑？这真的是灵魂拷问呢。是啊，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里哪一个数位杂讯正在最疯狂地吸干你的生命力？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断网宣言。我也很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除此之外，这也让我忍不住去思考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如果科技继续这样无底线地入侵我们的生活，到了下一代甚至下个世纪，关注力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最昂贵、最稀缺的通用货币啊？非常有可能。到那时候，真正的顶级富豪，他那炫富的方式会不会不再是买豪宅跑车，而是花天价在脑部植入某种生物晶片，只为了能完美过滤掉全世界的杂讯，换取1秒钟的绝对安静？哇，安静变成奢侈品了。我们现在不开始守护自己的专注力，未来我们还剩下什么？值得深思。原理游侠之旅不只是我们的旅程，更是我们的归宿。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加入我们共同的会员，超级感谢！我们再一起冒险，体验这个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馈。朋友，我们下一场旅程见，期待与你相见。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看到影片的你是我们的友善伙伴，可